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左老师；陆琪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追我时用了挺长时间，所以感动了我。但追到手以后，慢慢的他就对我不好了。他逆反心理挺严重的，总是把我对他的建议当成耳旁风，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起些争执。我最讨厌他的地方是，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总爱教育别人，而且态度特别不好。我比他大几岁，他有时候会做一些不成熟的事，我会去指责他，但是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他脾气一急就做过分的事儿，有时还不尊重人，我对这段感情越来越失望。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陆，27岁，来自河南，置业顾问；女嘉宾小张，22岁，来自河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怎么认识的？就是之前在一个老乡聚会上，然后这个偶然间就是看见他了，感觉就是很中意，然后我就开始追他啊，最后两个人在一起了。哦，追了多久啊？追了1年多。那在一起好了多久啊？好了也是1年左右。今天谁要来的？我想来的。他平常就老管着我，然后也不尊重我，而且每次都要就干嘛都就命令我一样，我特别受不了，我感觉他很不尊重我。哦，来说说他怎么不尊重你的？就比如说，可能我年龄小，然后我比较爱玩然后因为我们就平常同学聚会啊，那肯定会喝点酒嘛。啊，现在同学聚会都要喝酒的哈。也不多喝，就一点嘛。然后就有一次生日聚会，我同学，然后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他就不太想让我去。但是我们同学就关系很好，我就去了，我就没听他的话，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就在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一直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然后他可能就是看我玩的挺高兴，然后就有一点多了，他就要来接我，我就让他过来了，然后他一到门口就看见我同学扶着我出来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把我同学都给推开了，我就觉得很没有面子，也不给我同学面子，但是我还是跟他走了。扶你的是男同学吧？不，有男有女。然后我们就上车走了嘛。喝多了吧？也不是太多，我觉得。那怎么要人扶呢？就是有点醉，然后他们就不是说每次喝酒就喝一点吗？行，接着说啊。然后我们在车上，然后他就一直说我，一直数落我嘛。我感觉我瞬间酒都醒了，就整个人都清醒了我。然后他就一直叨叨我，让我发誓说以后滴酒不沾，然后再也不能参加聚会，再也不能喝酒。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不可能，我在家也是我爸妈宠着的，我在你这儿凭什么发誓呀，对吧？然后我就跟他犟了2句然后他就让我滚下车。我就是参加了一个聚会，我就是同学生日嘛。你滚了吗？你告诉我。我滚了。你滚了？真下车了？下车了。然后我以为他会来找我，然后我看着他开着车就走了。嘿。喝酒的事我跟他说过特别多次，每一次都是告诉我行，好，最后这个还是屁颠跟着朋友就去喝酒去了。然后那我同学过生日我去，那我都答应人家，我总不能放人家鸽子吧？为什么你把他轰下车？你真的不担心他出事儿吗？反正那个后来虽然我感觉自己这样做不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喝酒真的就不，你先回应我那个问题，你真的不担心她喝了那么多，你让她下车，你就真的就舍得不管她吗？当时就是这个，一想到她平时和我说的也不喝酒这个样，还有那天就醉成那个样，我真是，反正没有控制住自己那天。她经常出去喝大酒吗？经常喝醉了回来吗？不是，就是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喝点。我就是说，你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喝多？是有点。
哦，行，这件事儿咱们就放在这儿了啊。还有什么呢？他动不动平时我们俩相处的时候，他就让我滚，让我滚，就我特别讨厌这个词现在。然后就还有一次，我们俩是他同事结婚嘛，他让我陪他去，我们去的时候挺开心的。结果在车上的时候，他就让我听了一段语音，是他姥姥给他发过来的，就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年纪也大了，然后就是该就是成家结婚了。我当时听了以后，我没太在意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那你现在跟我裸婚，你愿意跟我领证吗？”我听到这个话以后，我就感觉很奇怪，你突然跟我说这个干什么？我现在还是个学生，对吧？然后他就说：“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拿出来1万块钱的预算，给你搞一个求婚仪式。”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就特别的愤怒啊！求婚仪式难道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事儿。什么叫我同意了你就给我搞一个？那我不同意的话，就这样了呗。就我就很不理解，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有病，我要是答应你的话，我也有病。然后他就突然又生气了，就是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就是定时炸弹一样，就是他问我同意吗？我不同意，对吧？然后就让我滚下车了。滚了吗？他滚了。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去参加婚礼，把我一个人又放在路边。这有点欺负人吧？当时其实我没有说是真的要跟他就是在车上求婚了，或者是他一答应以后办个求婚仪式啥的。当时我正好大家那天去那个参加喜事都挺开心的。我想着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就看看那个他是不是真心跟我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心跟我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不怕跟我裸婚。反正别人不都说这个？那你拿这个试探我，你不觉得你很奇怪吗？你为什么特别强调裸婚，而不是跟你在一起呢？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心跟我在一起的。对啊，那你自己还不能体会得到吗？但是结果最后他说那些话很难听，又说我有病，又说这跟我结婚就有病。当时，反正我听见这个话，我很生气啊！你就让人滚了？对。你也是，都滚了2回，你还往回滚？那不是在一起也1年多，有点不舍得。所以人家理直气壮啊。像他这种就是让我滚来滚去这种事儿就不说了，他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我找的是一个男朋友，而不是一个父亲。他总是以那种大人父亲的口吻来教育我，来压制我，让我特别难受，特别受不了。比如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俩在那儿聊天嘛，他就老说，那你同学出去兼职什么的，你怎么不出去兼职呀？那我就不想出去兼职嘛，我觉得我还上学，那我就先上着学呗，对吧？他说那你课又不多，你出去兼职吧。然后就一直说我，然后我就想着那行吧，那我也找个兼职吧。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干完那个以后就挣了几百块钱嘛，我还挺开心的，然后他也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我给你个建议吧，你要不然拿着这个钱给我妈买点礼物。是给你妈买礼物是吧？给他妈妈。然后我就一下子我就不行了，我自己挣的钱，我干嘛给你妈妈买礼物呀？然后我就不同意，他因为这个事儿，他跟我生了好久的气，他说我不懂事儿。为啥？我是觉得就是正好，我妈可能也不太喜欢他，我感觉他第一次挣钱挺有意义的。就是说这个给老人买个礼物，可能老人就开心一点。那你拿钱买了以后，跟你妈说是他买的不就行了吗？就是总归，如果是他自己挣的钱给我妈买的话，他肯定底气足。拿着我跟他买的，就买的再好再贵，我觉得也不是那个意义。人家也没想进你们家门呢，要什么底气啊？现在。但是就是他挣了钱，然后第一次想着自己怎么享受怎么玩，反正我就觉得他很多事情太幼稚了。那就分手。舍不得。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我挺压抑的，就感觉没有就是自己的空间一样。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想跟他分手吗？我想，但是又不太舍得。不舍得是为什么呢？就是他刚开始追我的时候对我挺好的嘛。我就说现在，别老说刚开始。现在就是心里特别纠结，就是如果真的分手了，那万一他能变好呢？但是我又没有太有信心。他怎么变好啊？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的脾气。你对你们俩的未来是怎么打算的呢？我想着等他毕业后，等到他这个自己稳定几年，然后我们就结婚。
还想跟她好是吧？对。啊，你对这姑娘有什么不满意吗？你说出来。我觉得就是她这个性格，就是她有时候这个太幼稚了。就比如说她这个喝酒这件事儿，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单亲家庭，我见过这种就因为喝酒让家庭这个很不和睦，或者说这个造成什么这种不良后果的。我没有觉得我管她哪件事是对她不好，或者说要害她怎么样。为她好的事儿，她也是觉得这个我好像管得太多了，好像就不给她自由怎么样。所以你还觉得委屈是吧？也不算委屈，就是觉得她这种有点就是太犟了，太犟了。哎，你未来结婚就是一定要求对方要跟你裸婚，对吗？这个倒不是。哦，不是。但是你刚才可说了，裸婚才是真爱啊。那是检验真爱的标准，但是不是检验？对。哦，那你觉得这姑娘爱你吗？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她那个以前这个应该在乎我的。行吧。女生今天来到底是来干嘛来的？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挺纠结的，就是我是想跟他处下去，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不是，为什么还想跟他处下去呢？就是他吸引你的是什么？他挺上进的，就是抛开其他来说，就是挺有上进心的。就是这个人在工作上很努力，是这意思吧？对，他除了现在的工作，然后有的时候他会去剧场帮忙啊，这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男生身上挺少有的一个东西的，就是挺上进的。就是这个很吸引你，还有别的吗？然后就是他平常就是挺照顾我的。照顾？嗯。就是比如说我发烧以后呀，他就赶快过来学校来带我去医院什么的。女生说我还舍不得呢，因为这个男生积极向上，所以我觉得他还挺好的。可是他又这么对我，你们说我怎么办？男生也说了，说这女孩子太倔了，太不懂事儿了。其实我是出于一片好意，我是为了爱她，我帮助教育她，怎么就弄成这样了？我理解的对吗？对。所以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小张，就是你老是滚来滚去的嘛，对吧？那在这个当球的过程当中，他让你滚了，你是怎么滚回来的呢？就是他一直就是向我说对不起，然后向我和好，然后就是一直求我原谅那种，然后我就原谅他了。哦，他会道歉。嗯。他道歉大概会花多长时间跟你道歉？2到3天。那你在被他骂滚，然后离开他的这段时间，你的心里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吗？是。会哭吗？会。那为什么他2到3天就可以再把你哄回来呢？你自己先想一下。我先跟小鹿来讨论几个问题。我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我跟你讨论成熟的话题，我们来聊聊关于求婚这件事情。是应该你先求，然后我再决定答不答应呢？还是我先告诉你我会不会答应你，你再求？应该是先求。那你是不是欺负他呢？我当时是这个想试探他，我觉得这也不算欺负。好，我们又聊到试探这个词。你后来又跟我讲到说，我为了试探他，所以我说了，如果我们之间是真爱，你就跟我裸婚，对吗？那我现在想试试你，你有存款吗？我有。多吗？不算多，但是这个我觉得成家立业应该够，对吧？好，你把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套婚房，写上我的名字。证明你爱我。可以写他的。对，就写他的。就写他的，不用你写我的啊，我们家自个儿有啊。我是以一个成熟的人的角度替他在跟你聊天嘛，对吗？你说他不成熟，说他幼稚嘛，只写他的。可以。真的吗？真的可以。那你为什么跟他提裸婚呢？我可以为了爱情，我为了爱你，你是身无分文，但是我看中你的人品，看中你的才华，我跟你裸婚没关系。但是你在有的情况下要跟我裸婚，你是不是欺负他？我没有，平时这个我挺愿意为他花钱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有给他的母亲买过礼物吗？没有。那你凭什么要求他赚的第1个月的工资不是给自己的妈妈买礼物，而是给你的妈妈买礼物来讨好你的家人呢？你是不是欺负他？这3个问题，你自己思考。我接下来跟你接着聊，你想好了吗？刚才我问你的那个事儿，为什么在2天之内你就又跟他好了？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哎，没主见，对吧？你一直要求他对你尊重，你在整个的感情相处过程当中根本就不自重，你自己就没有分量，你很轻。你能完全怪他以一个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吗？你就是以一个女儿的角色在跟他相处。我们自己女孩子没有分量，就不能要求男人给我们更多的分量，尤其是对面这个非常自负的、自己有各种逻辑和理论的这样的一位先生，你现在完全活在他的这个逻辑圈当中，你们的感情所以跳出来。球除了这样运动以外，还可以上下移动，远离现场，明白吗？追求属于你自己的幸福。祝你们各自安好，谢谢。卡佛有过一本小说短篇，叫《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2对夫妻，然后喝着酒，然后互相讨论什么是爱情。然后看完这本小说之后，我们发现，哎，好像爱有很多种，爱不只是一种。那有一些爱会让人很舒服，那有一些爱会让人很不舒服，有一些爱甚至会伤害人。那从中我们可知，其实爱是多元化的。其实他心目中的这个爱，我们给他如果要取一个名字的话，叫养成系恋爱。什么叫养成系恋爱呢？就是我找一白纸，然后呢，按照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我去捏它，把它捏成那个我想要的样子。但是呢，你看错它了。其实这个小姑娘没那么好揉捏。你看，在你想里面，我第1次让你滚，第2次你就应该听我话，结果她第2次她又宁可滚了，你知道吗？也没那么好揉捏。我有2句话形容这个姑娘，叫幼稚但不愚蠢，天真但不依赖。就她年龄是没到，见识也没有那么广博，但她也不是你说什么我就听你什么的。所以，对于你们2位，我其实2个建议，各自1条。像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就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不要去改变别人。当你把一个人改变了之后，你会发现索然无味。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不是你以前认识那个人了。你适合什么样就去找什么样，这是对你说的。对于姑娘，幼稚可以慢慢变得成熟，天真可以慢慢的学会更多的知识，但是永远要记住，坚持自我，尊重自我。尊重了自我之后，别人才能尊重你。千万不要被人几句道理一讲就觉得自己错了。我可以选择不变成你所说的那种好，我选择我变成我想要的那种好，这就是你的坚持。就这样，谢谢。陆先生，你说裸婚是检验真爱的唯一标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面包和玫瑰本来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如果一个值得我托付的人，他一定是一手拿着玫瑰，一手拿着面包，或者他正在为那块面包而努力，又或者他有为面包而努力的计划给到我。第2个，你说你不懂事儿，男人要女人懂事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懂事儿的这个事儿来当借口，然后某种方式上去禁锢女人。因为你要听我话呀，所以你只要不听我话，你不懂事儿。你看这事儿做的不对，不懂事儿啊。所以综上所述，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其他的对女孩的建议没什么，我觉得你坚持自我挺好的，就是亮清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就可以了。但是酒适可而止，因为如果喝到一个需要别人搀扶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处在危险当中的是你自己，好吧？好，好，不要挥霍青春，浪费青春就可以了。
好吧，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因为对方的幼稚，由此而抓住对方的幼稚来打压对方的人，本身这种行为就是很幼稚的。一个成熟的人总是希望在爱情的生活当中，让幼稚的对方变得更加美好，甚至会小心翼翼地去呵护他这点幼稚和可爱，而不希望他变得太过于世故起来，而不会总是反反复复地说你很可笑。这个行为本身是幼稚的。在这个世界上，关于求婚和结婚分为2种男人，一种男人是动不动就跟你说不要拜金，只要你向我提出任何要求，你就是个贪慕虚荣的女生，你爱上的是我的钱而不是我的人，而事实上他也没什么钱。第2种男人，他觉得一个女人跟了我要把终身托付给我，那我势必应该努力地为她营造一些条件和物质，而他是属于第1种，就是你不要跟我谈钱，但凡是要谈的钱，你就是贪慕虚荣，你就是个拜金的女人，所以他才会说只有跟我裸婚，你才是真正的爱我。这句话背后恰恰透露出了他内心的自卑。其实你自己内心是害怕得不到幸福，害怕幸福会从指尖溜走的。你心中种种的这种不安全感，其实你可以跟他交流。当你把他当成一个大人来交流，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脆弱跟他说的时候，他未必会体现出像平时那样的幼稚。因为我总觉得女人无论有多小，只要男人愿意把脆弱的伤口扒开来给她看，那女人在瞬间都会变得成熟起来，来抚慰你。但你从来没有给过她机会，你只是一昧地告诉她你是幼稚的，你是无知的，你就是个皮球，你是没有自尊的。那我想请问，你找个这样的女人，你将来怎么可能幸福？你不是自相矛盾吗？把你所爱的人羞辱得体无完肤，那你自己是谁？对于女生来说，我说句实在话，在我们的生活周围的夫妻，几乎这一辈子都喊不出那个滚字。你仔细去问问你的周邻四舍，你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滚字这个事说出来是很难听的，是切肤之痛，是这辈子都难以忘记。你居然滚了好几次，都没有滚多远，所以你自己把自尊扔在脚底下，任人拿捏，他又怎么可能尊重你？绝对不能让别人这样羞辱。啊，对了，还不要喝那么多酒，好吗？好，就这样。核心其实为什么是这样？人不要欺负人，在这段情感当中，你有点欺负他。女生的问题不说了，其实你只要想一个镜头就行了。你喝多酒喝迷糊的时候，你最希望的是什么？是身边有个人照顾你，你安全。可是当你喝迷糊的时候，一个人能说你滚大街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觉得这种人可以依靠和依赖吗？不管他是因为情绪还是别的什么，其实就看一点，其他都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就是刚才这个听这个老师们说这么多，其实我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你造成就这么多的伤害。我希望你能就给我个机会，让我证明我其实可以像以前那样去关心你、呵护你。还有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就是处理好这个你跟我这个母亲的关系，其实也倒也谈不上处理，但是我就是行了，时间到了。我相信你平常跟他讲道理的时候，绝对是滔滔不绝呀。可是今天为什么这样，你心里也很清楚。行了，不说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哎，来，请关门，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来，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
可能我自己就是真的有很多问题，但是我是真的很在意他，我不想那个放手。不要对别人提那么多要求，好不好？大家开心的相处就好了。去打磨价值观，而不是强势的输出价值观给别人。找那个适合你、喜欢你、欣赏你的人，而不是找一个你改变之后让他崇拜你的人，好吗？谢谢你的分享，千惠。好。来，各位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今年我29岁了，然后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家里也一直在催促我结婚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也最近商量好，一直在筹备着结婚的这件事情。他现在突然变得特别的冷漠，说暂时不想结婚了，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过来就特别希望他给我一个说法。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张先生23岁，来自甘肃销售；女嘉宾谢女士29岁，来自陕西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据说是在单位里认识的，是吧？是的。谁追的谁呀？是我刚开始追的他。哦，追的他。你追他的时候知道他比你大吗？知道。那会儿你多大呀？那会22左右。22左右，也就是说两位谈恋爱没谈多久是吧？谈了1年半左右。哦，1年半左右。今天为什么来呢？今天是他要来。来干嘛？主要是我们商量好最近结婚的，然后他现在突然对我特别冷淡，然后我就不知道为啥，我就想过来问一下他到底跟我结婚不结婚了。哟，这是逼婚的意思啊？怎么回事？就是本来我们已经就是筹备我们结婚的事儿啊，然后前阵我跟我父母一起去他们家谈那个订婚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特别不愉快的事儿。啥事儿？就是我跟我父母一起去他们家，一开始吃饭的时候聊得都挺开心的。当天晚上就是我和我父母就提前回去了，就回去要就商量这个婚房还有彩礼的事儿，然后就我跟父母就商量得很晚了嘛，我母亲就说这么晚了你就别回去了，就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吧。然后我就没多想嘛，就跟父母住一块儿了。第二天早上5、6点的时候还没醒来，就听见外面咚咚咚的响，一开门，我当时这惊到了，发现这是自己女朋友，我特别生气，这干嘛呀这？我父母才刚来，然后他就气势冲冲的就跑进来，就说你为啥跟你父母睡一块儿啊？干嘛呀？就是我从小没有跟父母睡在一起过，然后一直很独立，然后他也知道我不能忍受他跟父母睡在一张床。你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他都23岁，都这么大一个小伙了，还要跟爸妈睡一张床上，我就觉得接受不了。而且事先我们就商量好了，去朋友那儿住，然后晚上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没有过去，然后我给他发微信他不回，打电话也不回，然后我就着急担心。这事儿没什么影响嘛，也不影响感情嘛，怎么了呢？主持人，这事还没完。哦，没完啊。就是他进来了之后对我声音特别大，然后我母亲就醒了嘛，醒了就好声好气的问他，就说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呗。他不但没理我妈，还对我推推搡搡，一直冲我吼，就说你为啥跟你父母睡一块儿？然后我妈就觉得他特别不可理喻，我妈就回了一句，你这姑娘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这样对我儿子？他倒被我妈这一说更急着了，说得更厉害，他就跟我妈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儿。他就对我妈这样说话，等于跟未来的婆婆吵起来了，是这意思吧？是。当时就是特别委屈，然后就觉得没办法接受。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呀？就这么大一个小伙子，睡在爸妈一张床上，就有点接受不了。哎，我的天哪！就因为这个事儿，我爸妈特别不开心，就想回，就说特别生气，等于被女方慢待了，是这意思吗？对啊，然后就说让我也别在这上班了啊，就跟着他们就一起回去，正好家里有份工作，我就跟着我爸妈一起回去，我当时也特别生气。你回老家了？啊，我回家那边上班了。亲没提成，未婚夫还要跑，后悔吗？
后悔，最后也跟父母道过歉了，确实是我不对。对，他道歉了，但是这个事儿它就是一个引子。哦，还是个引子啊。那我们往后面听啊。我又回想了一下，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才要仔细回想的。就是我爸妈说让我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关系。就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一家公司认识的。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培训活动嘛，我呢学的比较快，他呢就学的比较慢，就是因为这么一点事儿，他就很生气，他想让我给他教，可是等我教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就开始闹情绪。然后我就劝他，我说你别哭了，这还在公司呢，这么多人呢，我这边怎么劝都劝不了他。然后我同事就听见了，同事也过来就安慰他，就说这公司呢影响不好，不要哭了。然后他非但没听，哎呀还在那哭，还在那闹。然后这会儿领导也听见了，领导听见就跑过来就说你在那哭什么呢？能干就干，干不了就走。他这人完全一点都不顾。领导还没走，他就对着墙踹了一脚。领导让他去办公室，然后他在办公室跟领导就嚷嚷起来，差点动手，而且还跟领导拍桌子了。当时就是本来就觉得有点委屈，我努力了，没有考核好的成绩，然后领导又说你能干就干，干不了就走，我情绪可能有点失控。事后我也有道歉。所以就是说你在情绪控制上，他认为你是有问题的。就因为这件事儿，导致我前途不好，在公司发展不下去了。为啥呀？就没有发展空间了啊！原本就是我做的工作，有的时候跟领导有些对接，但是我现在跟领导打招呼，领导都不理我，感觉自己就完全被孤立了那样。哦，就因为你们俩谈朋友，是这意思吧？对。然后我换了工作，他跟着我一起回兰州了。回兰州之后，他也找份工作，我也找了一份工作。一开始工作都挺好的，完了我跟朋友商量好，第二天早上他开车来接我，我要去公司上班。第二天早上他就不让我走，就说你不去上班行不行？你留下陪我。我感觉他特别不懂事儿。我那天早晨有点难受，头晕，浑身感觉没有力气。本来我是陕西的，然后因为他我来到了兰州，一个小姑娘就难受，就想让她陪着我，然后他就走了，把我撇下了。行，一个小姑娘啊。哎，你工作稳定吗，姑娘？工作不是很稳定。就换了几份工作，然后就是他要是不给一个说法，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兰州再待下去了，我就不如回我们陕西发展。我年龄也这么大了，然后他就现在也不跟我结婚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是吧？我是不想跟他现在结婚，但是我又不想跟他分手，因为我挺喜欢他的。不是，那你吊着人家干嘛呀？我就想让他改一改。改啥呀？就是让他把这个任性，还有就是工作方面都改一改。哦，那你认识他的时候，不他就任性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挺照顾我的，因为他快30了，然后他比我大6岁。啊，你能接受他的年龄，是因为他能照顾你，是这意思吧？是你没有想到他比你大6岁，反而还需要你照顾，是这意思吧？是，反而还比我不成熟。啊，我希望他成熟一点，不要那么任性，而且就不要随时随地都能闹起来，而且最起码还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说你这随时随地都能闹起来，任性，这个你承认吗？有时候会情绪失控，情绪失控。对啊，陕西是哪儿的呀？我是陕西宝鸡的。哦，宝鸡的，所以回宝鸡是有个稳定的工作的，是吧？对啊。只要回到父母那儿了，也衣食无忧，可以不工作，是吧？对，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的家庭条件其实完全可以让你不工作就快乐的生活，是这意思吗？是这样子的。明白了。但是在他们家，在甘肃，你还得工作，是吧？对。日子过得不太适应。而且主要是他不照顾我，他不包容我。在宝鸡的时候其实挺好的吧？对。想任性任性，对吧？对。对，我现在其实特想问，他在宝鸡任性的时候怎么就可以，怎么到了兰州就不能任性了呢？在宝鸡任性的时候，因为他父母都在那儿，他也能照顾我，然后离父母也挺近的。但现在到了这边之后，就感觉他完全就变了，感觉特别娇生惯养。哦，所以换而言之，其实，在宝鸡的时候，即使他再任性，都有人帮你们俩兜着。对，这个兜着的人是他的父母，对吧？对，他的父母可能会出来就打个圆场，对，就照顾你们就好了，对，是吧？可是去了兰州之后不一样，你们俩要面对了，对吧？是。那你妈对他现在到底什么意见和态度呢？
因为之前那件事儿，他给我妈就道过歉了，也原谅他了啊。现在就是我心里还是不太想跟他结婚，就是你不想着跟你姑娘在一起了呗？但是你就直接跟人说呀。但是又想跟他在一起，这是在一起干嘛呀？他现在着急结婚，我现在不想跟他这么快结婚。那你想啥时候结婚？就让他改一改这些。要改不了呢？改不了，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啊，那对呀，其实这都借口嘛。不过就是因为地方变了嘛。但是还有事，环境变了嘛？什么事儿？你说嘛。就是他大街上他就能哭起来，而且被好多人围着，他都一点都不害羞。就这个事儿吧，我还得这样。他为什么哭啊？在大街上？就还是那些事儿，就是早上我去上班，我都快到公司楼下了，他给我打电话，他就在电话里开始哭。我问他怎样，他就不说，哭得特别凶。就听见电话里那头就传来那个声音，就说这谁家小姑娘啊？别在这大街上哭了，这谁家姑娘赶紧领走吧，丢不丢人啊？我为了安慰他嘛，然后我就给公司请假过去找他，发现。他就在那个公交车站牌那边，就在那哭，人都已经把他围里3层外3层，他还在那哭，一点都不害羞啊！我感觉当时特别丢人，然后我就赶紧从人群中把他抱出来了。哦，真的？真的就是。不是你要干嘛呀，姑娘？是因为他把我一个人撇在那儿了，找公交车站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我眼看着就到那个上班的点儿了，越急越找不到公交站牌，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当时哭的时候也没看有那么多人，如果知道有那么多人，可能我也就不会哭得那么伤心。他这事儿，他哭完之后，他就因为这个事儿，他当天就没有去上班。他因为做的是前台嘛，前台是公司的门面，一个公司连门面都没有，那怎么能行？他当天没去上班，公司直接就把他给辞退了。然后他又去找工作，又做的是前台，做了没多久，又说自己腿疼。特别累，上班要穿高跟鞋，特别辛苦。哎，你怎么会找不着公共汽车站呢？因为我是陕西的，刚到兰州那会儿还是路不熟嘛。您多大了？我今年29了。29，你还找不着公交车站啊？就感觉……哎呦，你真是你找不着，你还会哭，你不能问人呢你。我越着急。你问人呢？就哭的就忘记。我听明白了。本来是认为可以照顾自己的，对吧？对。没想到找了一个，你还得玩命照顾的，接受不了了，就这意思吗？是。你跟他说让他回家不就得了吗？可是他不愿意回，就愿意陪着我，跟我一起上班。哦，不想回去了。跟他在一起1年多了，其实是除了有感情了是吧？分不开了是吧？是。其实说白了，并不是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是这意思吧？是啊，所以我今天就想来这搞清楚。啊，那不是你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了吗？如果他对我特别绝情的话，那我就考虑一下，我看要不要回陕西。我就想让他今天给我一个态度。平常他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是吧？对。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师们怎么分析吧，看看这对年轻人应该怎么应对生活里的点麻烦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这个快30岁的小姑娘啊，我先来跟你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她跟她父母睡在一个房间里，哪里让你特别不舒服？你跟我讲一下。就是他都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了，要跟妈妈睡一张床，跟妈妈睡一张床。对。他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小的时候一直喝妈妈的奶。怎么不能跟妈妈睡一张床？都这么大了，我告诉你，不要说他20几岁，他40几岁、60几岁，在妈妈的眼中永远都是孩子。你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你知道吗？而且你钻进去以后，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周边的环境。对。你告诉我，你1年之内换了6份工作，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就觉得不合适。工作不合适你，还是你不合适工作？更多的可能是我不合适工作吧。你说的太对了，你不合适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严重的不和谐，和你的领导不和谐，和你的同事不和谐，和你未来的婆婆不和谐，现在和你的男朋友也不和谐。当你和周边所有的环境都不和谐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啊？
出在我自己。所以你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要去进行调整，你需要把自己融合到这个社会当中去，用一个快30岁人的思维方式。只有5、6岁的小孩子找不到公交站才会蹲在马路上哭，再大一点8、9岁的孩子会去问警察叔叔，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问周边的这些长得面善的叔叔阿姨，再大一点的人会用百度地图。就像我方向感特别差，我4个方向我都找不到的那种人，我也不会站在马路中间哭，我会在自己去想办法解决这一切。你不会，你见硬就回。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情感上，只要看到一点点挫折，我立刻就缩回来逃跑。所以你自己不长大不独立，谁能帮得到你呢？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一个心理建设。男生，你今天就给个痛快的，快刀斩乱麻。你要是能包容他，你就娶了他；你要是不能，你就直接给句痛快话，你说你回老家吧，别拖着。所以我觉得男生今天要给一个态度，到底该怎么着怎么着，好不好？最后给女生一句，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人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人生的。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你有一个人出去旅行过吗？有。你一个人可以出去旅行吗？没问题吗？可以，没问题。找得到公交车站吗？找得到。其实你是能找到公交车站是吗？对。你只不过是那时是因为委屈，对，没有仔细的去找，对吗？对，特别着急。其实我听出来了，还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就完全是情绪无法自控。但是你的情绪无法自控呢，确实不是性格使然，而是家庭教育导致的一个能力的缺失。我给你归纳一下3个能力的缺失。第一个叫社会生存能力的缺失，第二个叫情绪管理能力的缺失，第3个叫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缺失。你们俩站在台上，其实我们几个人交流的时候，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就是这不是一个孩子，这2个孩子，年龄大小有区别。你可能6岁，他可能9岁，你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你千万别以为啊我怎么样，因为你明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一点也不想照顾他。他呢，天天想着你必须照顾我，他把照顾当成天经地义。你呢，把你年纪比我大，你应该照顾我当成天经地义。最后你们2个人缺的是有一个统一的照顾你们的人，你们俩雇一保姆就完了吗？照顾你们2个人，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过下去了？现在的父母啊，对孩子的照顾过于无微不至了，以至于一点的挫折都没有。我是觉得真的是要允许孩子去尝试痛苦，允许孩子去尝试受伤。就好像你一样，你经历过他之后，你就会明白，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和年龄无关的，他照顾不了你。经历过他之后，你也知道有一些话早说比晚说好。等到他真的30多岁，你再跟他说我们不合适的时候，你看他跟你玩命不玩命？你现在觉得你承受不了这个责任，过3年之后你更承受不了这个责任。所以我跟你说，孩子啊，今天你就承担起这个责任，大声的跟他说分手，就这样。别嫁了，真的，嫁过去也没有好日子。这婆媳关系在嫁之前都已经这样了，你怎么嫁呀？然后你也别娶了，你娶了更没好日子过了。他现在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玩命的耍赖，玩命的作。他的点在哪儿？他的点在我为了你到了你的城市，你居然可以不管我，我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来到了你的城市，你这辈子要对我负责任，我就赖上你了。你不仅要对我好，你要对我好一辈子。然后他的道理是什么？我只要做错了，我只要道个歉就好了。每一次他只要出现错误，那我道歉了呀，我道歉有用的话，很多事情就没有代价了。所以道歉弥补不了任何你的过失，只能说你态度上有认识到，甚至你可能连态度上都根本没有意识到我错在哪儿了。包括你可能到今天都没办法理解他跟他妈妈睡在同一张床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所以你如果能够接受认同的话，你就继续往下走；如果你接受不了、认同不了，马上赶快转身。所以
劝所有的女孩子不要盲目追随一个男生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除非你有这个能力在这个城市生活。我不是为了你来这个城市的，所以姑娘先成长，再去想结婚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咱们活得稍微独立一点。我觉得你可以的，别再耍赖了。好，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哈。谢谢。你觉得你骄纵吗？有一点吧。你觉得你骄纵的资本是什么？没有想过。刚才说你在找不到公交车站的情况下坐在地上大哭，于是男朋友的电话那头传来说：“这小姑娘怎么就赖在地上哭成这样？赶紧弄回去吧。”你喜欢别人叫你小姑娘吗？喜欢。这就是你骄傲的资本。你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年轻，颜值还可以，所以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你的所有的耍赖都是可以被原谅和包容的，所以你才会这样去做，对吗？有一点吧。如果哪天你脸上已经沟壑纵横了，你可能也就老实了。你很没有眼力劲儿，知道吗？一个女人要懂得，你在撒娇的时候，男人是在忍耐，还是在包容？包容是快乐的，忍耐是痛苦的。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就不需要再忍了。你懂吗？懂。其实你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长得那么年轻。虽然乍看一眼你好像也就像个小姑娘，但是其实仔细的去看一看，你不年轻。按道理来说，经过了伤害的女人会成熟起来，经过了数次分手之后，你应该早就长大了。但是为什么你没有长大？第一，每次分手之后，你总是会回到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他们会告诉你没关系，孩子，还有我们。第二，就是你每次都那么幸运，还能找到一个至少在前期能够很好的包容你，虽然到了后期都忍受不了。所以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即便跟他分了手，你还是会找到一个在最开始喜欢你撒娇的男人，而到了最后又甩你而去，你就会重复这个步骤。你愿意走到那一天？我不愿意。所以即便你这辈子改不了骄纵的个性，我请你老实一点。29岁没有必要因为年龄大了就非要结婚，让一个不愿意娶自己的男人一定要负责自己的将来。但至少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本分一点。29岁的年纪做29岁的事情。咱今天能不能自己先回宝鸡，过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尝试着自己养活自己，安抚自己的情绪。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其实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自由，好吗？你要记住，女人在你面前的撒娇和骄纵，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定能够宠着一个任性刁蛮的女友，至少你没有这样的心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既不要渴望自己可以无限度的去包容别人，也不要想象有一个女人可以无限度的来照顾你，好吗？好，待会儿道个歉，让她回家去了。再见。都别闹了，你回宝鸡，你今天跟人说个实在话，其实我早就不爱你了，我早就忍耐不了了。两人都等于揣着明白装糊涂嘛，你就是，反正我再赖一下，他说不定就娶我了，这就是我耗。我耗到一定时候，他弄明白，他不就自己走了吗？我什么责任都不承担，谁都不想为这个东西画一个句号。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别再骗自己了。尤其是你，今天给人一痛快话。女生，我相信离开他，你一样可以生活。今天你就当一个成长的舞台吧。行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了，虽然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感觉跟你在一起，你完全就长不大，
感觉对自己不负责任，也对我不负责任。我跟你感觉都看不到以后了，感觉跟你在一起一点希望都没有，你太幼稚了。我会改的，我会慢慢长大的。等你长大，我都已经到什么时候了？很快的。我就希望你能够现在就改，起码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吧，起码不要那么任性吧。我以后不任性了，就希望你多照顾我一点，多体贴我一点，就像刚开始那样。你都这么大了，我照顾你。你是男生吗？哎呀，秦亮灯，都不喜欢了，还谈什么照顾，还谈什么改变呀？两位请回吧，谢谢。来，请关门，请开门。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就是我今天来这里，也算是一次成长吧。就是放手，也许他会幸福，然后我让他幸福就好，然后我慢慢成长我自己，然后我愿意回去。好，谢谢这姑娘，谢谢你的成长，谢谢啊。来，请回，请回，请回。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这段的解决我觉得还挺开心的，至少姑娘说了我会成长。我们祝你们早日长大，祝你们早日找到你们喜欢爱你们的人，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家那位挣钱从来不交给我，家庭开销也不分担，小孩生病和他说他也没钱管不了，现在小孩没有学费上不了学，他干脆说别上了，我一个月就3000块钱来包全家的开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为一段丧偶式的婚姻去寻找答案，去寻找解题，是一道无解之题。这就好比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你一个人带孩子过更快乐，更有希望一些，因为这样你不用伺候一个大爷。祝你幸福吧！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